說白了就一句話，大哥，求求你们回来了，救救我们的電網，再不通電呀，三哥呀要扛不住了。哎，誰是大哥，誰是三哥？印度整整6年時間，把防中國刻進了國策的骨子裡。防中國技術，防中國企業，防中國供應鏈，防的呀比防賊還要苛刻。6年裡，他們天天在國際舞台上大肆叫囂，鼓吹印度製造全面超越中國，揚言要徹底擺脫對華技術依賴，靠着偷來的核心技術彎道超車，稱霸全球特高壓產業。可結果呢？天道輪迴，報應不爽。如今的印度徹底陷入了史詩級電網崩盤，全國40多度的極端高溫肆虐，百姓酷暑難耐，家家戶戶電風扇成擺設，空調徹底罷工，城市大面積停電，鄉村徹夜斷電。曾經熱火朝天的國家級變電站，如今荒草叢生，停工閒置，工地上只剩下護國神牛在那兒拉粑粑，堪稱全球最滑稽的國家級基建爛尾現場。走投無路之下，這個囂張了6年的國家，終於低下了高傲的頭顱，放下了所有的身段，悄悄摸摸給中國特變電工、南京電氣、新東北電氣、泰開電氣4家電力巨頭遞上了專屬豁免白名單。說白了就一句話，大哥，求求你們回來了，救救我們的電網，再不通電呀，三哥呀要扛不住了。哎，誰是大哥，誰是三哥？中國有句老話，道義者亡，悟道者生，學藝不精，必受其累。本期視頻帶大家徹底拆解這場震驚全球的印度偷技術反噬暴雷事件。看完你就會徹底明白，為什麼圖紙可以偷走，技術可以復刻，人才可以挖走，但中國的工業底蘊、產業鏈護城河、大國核心底蘊是印度窮盡100年也抄不走、偷不來的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首先咱們把時間拉回到10幾年前，讀懂這事兒的完整始末。2012年，中國電力行業龍頭寶變電氣帶着當時全球頂尖的765千伏特高壓核心技術，帶着真金白銀的資金儲備，遠赴印度市場布局。彼時的印度姿態放得極低，熱情的不像話，又是承諾零關稅、免稅政策，又是免費劃撥工業地皮，又是口頭許諾無限廣闊的市場紅利。印度合作方拍着胸脯發誓，跟寶變電氣那可是稱兄道弟，只要中國願意出技術落地建廠，咱們中印攜手共贏，有錢一起掙，有路一起走。秉持着以誠待人、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，咱們中國企業老實、真誠、坦蕩，完全沒有保留任何底牌。建廠中方全資主導，資金中方全額墊付，設備中方全套輸出，技術中方手把手教學。整整7年時間，寶變電氣投入12億真金白銀，從零起步幫印度搭建特高壓產業鏈，不僅輸出全套生產線、全套設計圖紙、全套工藝參數，更是分批將200多名印度核心工程師送到中國保定總部深造培訓，小到線圈纏繞的細節、絕緣油的配比調試，大到整機裝配、電網適配、故障排查，咱們的工程師真的是手把手、傾囊相授，毫無保留。用最通俗的話來說，咱們是把印度當成了徒弟，當成了夥伴，真心實意帶他成長，幫他崛起。2019年，在中方全方位無保留的扶持下，印度終於自主下線了第一台765千伏特高壓变壓器。這一刻也成了印度翻臉的分水嶺。古人云：小人得志，便忘本心，貪利忘義，必遭天譴。剛剛學會皮毛，剛剛摸到門檻的印度，瞬間露出了貪婪又狡詐的獠牙，上演了一出教科書級別的卸磨殺驢、過河拆橋。印度政府火速出台流氓政策，強制推行電力設備的51%國產化要求，政府招標項目全面封禁外資企業，90%以上的國家級電力訂單全部傾斜給本土企業。寶變電氣提交的廠房擴建、產能升級申請，被印度官方壓在抽屜裡18個月，石沉大海，杳無音信，明目張膽卡脖子拖進度。最缺德、最無恥的操作還在後邊。寶變電氣親手培養的200多名印度核心工程師集體提桶跑路，跳槽至印度本土合作企業。臨走之時帶走了全套核心圖紙、工藝秘籍、設備參數，大到整機設計方案，小到零件散熱角度，
裝配細節一絲一毫都沒給你剩下。印度本土企業拿着偷來的技術，靠着政府巨額補貼，直接以低於成本30%的惡意價格搶占市場，瘋狂圍剿曾經的恩師寶變電器，层層圍剿，全面封殺之下，慘劇徹底上演。2023年，寶變電器印度子公司全年營收只有3萬塊錢，什麼概念？一家投入12億、掌握高端特高壓技術的國家級電力企業，1年的營收竟然不如街邊擺攤賣小吃的個體戶。萬般無奈，走投無路之下，2025年5月，寶變電器只能含淚割肉離場，以1.37億美元的白菜跳樓價轉讓印度子公司90%的股權。徹底退出深耕10餘年的印度市場。這一刻，印度舉國狂歡，輿論沸騰。他們大肆宣揚自己打贏了中國，白嫖了核心技術，空手套白狼拿下了高端特高壓產業鏈，揚言印度製造從此吊打中國，即將稱霸全球電力市場。當時全網很多人都為之氣憤，覺得咱們中國企業吃了大虧，被狠狠拿捏，被无恥背刺。別急。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大快人心的真相：從印度趕走中企、偷走圖紙的那一刻起，他們的翻車結局就已經注定。中國老祖宗講：行可道，神不可竊；術可防，道不可抄。圖紙是形，工藝是術，而完整的工業體系、材料底蘊、科研迭代、產業工人積澱是道。印度偷走了圖紙的形，復刻了工藝的術，卻永遠偷不走中國深耕數十年的工業之道。這也是印度最大的認知誤區。他們天真的認為高端工業製造就像街邊做飛餅、揉麵團一樣，只要有配方、有模板就能批量產出，完美複刻。可他們萬萬想不到，特高壓技術是全球工業領域的頂級明珠，是集合了材料學、電磁學、熱力學、精密機械、電力仿真、自控化控制6大硬核學科的超級系統工程。他們從來不是一張簡單的图紙，而是一個國家萬億工業底蘊、幾代工程師血淚沉澱、千萬產業工人精工打磨的綜合實力。於是荒誕的反噬接踵而至，精準暴擊。首先，第一重反噬，有圖紙造不出合格材料，先天殘缺。特高压变压器的2大核心命脈是曲向硅钢、高壓套管這2種核心材料。对冶炼工艺、精度控制、技術积澱的要求達到了極致嚴苛的地步。放眼整個印度沒有任何一家本土企業能夠量產合格的核心材料，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全部依賴高價進口。這就導致一個極度諷刺的現象：印度拿着偷來的圖紙造設備，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，最終自產設備的出廠價格比直接進口中國成品還要貴15%以上。省錢的初衷徹底落空。反而得不償失，成本倒掛，淪為全球工業圈的大笑話。第二重反噬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偷來的技術根本就不保熟。那些跳槽的印度工程師只學会了基礎的裝配流程，卻完全不懂底層原理。你問他們線圈怎麼繞，設備怎麼裝，他們熟能生巧。但你問他們磁場如何分布，熱平衡如何調控，極端天氣如何容錯，高壓過載如何防護，他們一問三不知，徹底两眼一抹黑。這就是典型的照貓畫虎難畫骨，學的皮毛失了精髓。沒有底層理論支持，沒有迭代優化能力，沒有故障排查邏輯，印度複刻出來的特高壓設備就是妥妥的定時炸彈。他們這設備通電就冒煙，負載超標就爆炸，高溫天氣就癱瘓，故障率高得離譜，根本達不到國家級電網的安全運行標準。印度各大電力局心裡清清楚楚，國產設備便宜是便宜，但根本不敢用，一用就出事兒。所以即便印度政府嚴令禁止採購中國設備，各地電力部門依然鋌而走險，違規操作，偷偷繞過政策禁令，私下採購中國成品設備。第三重反噬，全國電網結構性崩盤，基建全面爛尾。印度中央電力局最新數據直接擊穿印度最後的尊嚴。2025至2027年，印度全國特高壓輸電項目核心設備缺口高達38.6%，這是個什麼概念？相當於蓋一棟萬丈高樓，近4層的鋼筋水泥核心建材全部缺失，根本就沒法完工。全国47個重點變電項目因為無設備可用、無技術可依，長期停滯停工，徹底荒芜。莫迪政府畫餅多年的南部智能電網升級工程，硬生生拖延了1年半之久，
遙遙無期。高溫酷暑之下，印度百姓苦不堪言，40度高溫常態化斷電，街頭民眾抗議不斷，民怨沸騰。曾經吹噓的印度電力強國，徹底淪為全球笑柄。看到這兒，很多人會問：印度造不出來，為什麼不找歐美國家採購？這就是印度最尷尬、最打臉的絕境。歐美高端電力設備質量過硬，但價格天價，排氣離譜。歐美廠商早已看清印度賴賬成性、政策反覆、履約極差的德性，直接把訂單排到了2027年底。就算印度願意花天價買單，歐美也沒空，也不伺候你。前有自研翻車，設備爆炸，後有歐美巨單，無貨可買。印度徹底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。萬般無奈之下，只能放下所有的骄傲，撕下所有偽裝，低頭跪求中国企業回歸。吃一堑長一智，宝便電器的慘痛教訓也讓中國徹底看透了印度的投機本性。最後直接祭出終極反殺大招，商務部直接更新禁止出口、限制出口技術目錄，徹底鎖死特高压核心設計、底層算法、成套工藝技術。如今4家中國企業重新獲批進入印度市場，但合作規則早已徹底改寫，全面翻盘。每一条都是精準拿捏印度的絕殺條款。第一條，只賣成品，絕不轉讓技術，所有設備全部國內生產，整機出口，絕不就地建廠，絕不轉移生產線，絕不培訓本土研發人員，想偷技術門兒都沒有。第二條，全額預付，概不賒賬，徹底取締信用證，取締電子項目。印度過往賴賬拖款的黑歷史，我們全部清零。想拿貨先打全款，一分不少，一分不拖。第三條，核心系統硬件加密，杜絕2次破解。所有出口設備的核心控制系統、程序算法全部物理加密，只要敢私自拆解、逆向破解，系統直接鎖死，設備瞬間淪為一堆廢鐵。第四條，市場化調價，絕不讓利。憑借全球獨家的成熟產業鏈優勢，我們即便漲價1/3，價格依然比歐美、日韓設備低廉。印度別無選擇，只能乖乖買單。曾經被白嫖的損失，如今全部連本帶利掙回來。除此之外，中國還有一個終極大絕殺，徹底拿捏印度的命脈。我們穩步推進雅魯藏布江超級水電工程布局，未來徹底實現不賣技術、不賣圖紙、不賣工藝，只賣電力。你印度想自研，沒技術、沒體系、沒底蘊，永遠造不出來。你想找歐美，價格天價，排期數年，遠水解不了近渴。最終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實實拿錢排隊購買中国電力、中國設備。從2012年我們懷揣誠意以誠相待，被印度背刺收割，到2026年印度技窮翻車，電網癱瘓，低頭跪求中國救命。這10年輪迴完美印證了中國古人的頂級智慧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；投機取巧，終難長久。以誠待人者，人終以誠應之；唯利是圖者，終將自食惡果。特高壓從來不是簡單的機械設備，是中國工業崛起的硬核勳章，是幾代人踩坑試錯、砸萬億真金白銀築牢的大國護城河。它可以被仰望、被採購、被合作，但永遠無法被偷竊、被復刻、被掠奪。最後送給所有投机取巧、妄圖空手套白狼的國家一句話：盗來的圖紙撐不起工業強國，偷來的技術架不起大國根基。真正的核心實力從來都是腳踏實地的幹出来，永遠不是投機取巧偷出來。我是白饭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